蓝湛，怎么突然过来倒立了？魏无羡蹲下来，笑眯眯问道。蓝忘机还咬着墨额，没法开口，他只好空出一只手提着墨额，单手照样撑得稳稳当当的。他缓缓道出2个字：静心。静心啊！魏无羡挑了挑眉，一脸坏笑道：一向清心寡欲的蓝二公子，不知被谁扰了心绪，竟要靠倒立来静心。因为您蓝小战一脸严肃地用奶音道，所以要静心。天，什么时候小古板变得这么会撩人了？饶是魏无羡这般脸皮厚的人，也听得脸红心跳的，只好干巴巴地转移了话题。蓝湛呐，昨天我们怎么离开膳房的呀？本来只是想茶余饭后聊聊天，谁知道蓝忘机会拿出那只糖葫芦，铁石心肠的夷陵老祖应是憋不住了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魏无羡想想都觉得狼狈至极。蓝忘机微微唱了下结语，心道：我抱你回去的。昨日魏无羡哭累了睡着后，蓝小战便想把他抱回去，本来还顾及着这小孩身躯是否承受得住，结果发现完全没有问题，他便十分轻松地抱起魏无羡，虽然因为身子太小重心不稳，还是晃了几下。温宁当时也在场，如果不是因为走时面部肌肉僵硬做不出什么表情，温宁现在估计脸都裂了。他急急忙忙地迎上前想要帮忙，却被蓝小战拒绝，小声：他在睡觉。温宁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蓝忘机的背影慢慢走远，再跑去找姐姐解惑。蓝忘机安顿好魏无羡后，脱了身上被泪水浸湿了一半的校服外袍，看着魏无羡睡得梦中都不老实的睡颜，勾唇一笑，在他光滑饱满的额上落下一吻，悄声说道：魏婴，好梦。天哪，蓝湛！魏无羡目瞪口呆，你们蓝家已经丧心病狂到让一个4岁的孩子练习倒立了。我当时去的时候还没这么夸张啊！还没等蓝小战回答呢，一旁突然响起一声委委屈屈的小奶音：羡哥哥，阿愿被大哥欺负了，我给他黑管管吃他，就要我学字。小阿愿不高兴地撇着嘴，气得脸鼓鼓的，再加上他不会倒立，整只团子东倒西歪的，惹得魏无羡都看不下去了。蓝湛啊，阿愿又不是蓝家人，不需要以蓝家的标准来罚他吧？蓝忘机道：做错事便要罚，明明是个小团子。魏无羡却莫名其妙觉得当初那个韩光君俨然站在他面前。放心，蓝忘机心道，很快就是了。小阿愿撑了半天，还是坚持不住下来了。他赌气的一跺脚，转过身去背对着蓝忘机生闷气。蓝忘机则是很淡定，继续闭眼安静倒立，心里甚至在默念蓝氏家规。过了半天，小阿愿居然靠着石壁睡着了，小家伙寻了个舒服的快乐会周公去了。魏无羡怎么会安心坐着盯蓝小战倒立？看着那白白嫩嫩奶乎乎的小脸蛋，魏无羡的作恶感就上来了。他吐掉嘴里咬着的草根，不怀好意地凑上前问道：蓝湛呀，那个百凤山那吻是你的初吻吗？蓝忘机依旧没睁眼，严肃道：是。魏无羡扑哧一笑，道：我就知道。我们的韩光君为夷陵老祖守身如玉，只因那风流年少时的惊鸿一瞥。蓝忘机脸色一缓，轻轻吐出一口气：哎，亏我当初还以为是哪家的美丽仙子，不顾一切的跑来亲我，力气还这么大，压得我半点不得动弹。魏无羡抱怨道，突然想起当时那股檀香味，只是混着花香，并未闻得太真切，原来你留了线索的，哈哈哈哈。蓝忘机继续像入定老僧一样安静。这些未来的魏无羡也提到过，其实魏无羡并不傻，但实在是太迟钝，蓝忘机也会不主动，一心只想把心爱之人带回正道，两人之间的间隙和误解也越来越大，最后才分道扬镳。这些都是后世的蓝忘机悟出来的，等想明白时已经晚了，问灵许久如同惩戒。所以等魏无羡献舍归来后，便事事周到，心思细腻，终究是物不是人亦非了。魏无羡倒不在乎蓝忘机回不回话，他边把玩着那根洁白的墨额边自言自语道：当时你可把周边的树全放倒了，哈哈哈，你不知道当时你脸色多吓人。半拉半扯间，看似很牢固的墨额竟然被扯了下来，魏无羡拉着这一头，蓝忘机抿着那一头，蓝忘机也舍得睁眼了，场面十分尴尬。嘿嘿，魏无羡立马哈哈打圆场，下次帮你系紧点。蓝忘机一个翻身下了地，直起身来拍了拍手中的灰，
目光灼灼地看着魏无羡，吓得咱老祖一激灵，赶忙把手中的墨额递回去。蓝小战3下5除2地把抹额系好，转身去抱睡着的阿苑。魏无羡忙阻止道：“阿苑，我来抱吧，你这么小只抱不动的。”蓝忘机不语，轻松举起旁边那块和他差不多高的大石头。放下石头后，他看见了目瞪口呆的魏无羡。蓝忘机有点无奈地看着他，张开双臂问道：“要吗？”魏无羡忙摇头摆手。蓝小战道：“之前就是我抱你回去的。”片刻后，还是蓝小战背着阿苑回去的，后面跟着一脸恍惚的魏无羡。温情急匆匆地赶了出来，喊着魏无羡，看见他后便揪着他耳朵吼：“你忘了今天要检查身体的，还到处乱跑，赶紧滚去，我马上来。”